助人，欲望最易燃，犯罪赎罪灭罪，丑恶是原罪。遐想狂想假想妄想难抵挡梦想，思念一念执念既不愧信念。炫目中心有种力量，昔日繁华变荒诞，烈火里的黑暗用这门击剑。烈火燃烧不尽谎言，难救除非许下真相降临。看尽世界所有我所有罪，熄灭或者剩下黑灰。不必激动，我们坚毅的脸，傲慢而志在天地间。我们从未失手，守护你的伤口，用力驱散邪恶迷雾。我与寻线交手，没有任何借口，用力追赶烟火迷雾。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我爸跟我师傅，沈怡跟顾诺，对，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，他俩一里一外把你从家到单位看了个严严实实的。我打不可能吧？我知道这个对你来说可能很难接受，但你仔细想想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我记得啊，我爸跟我师傅就见过几面，那还都是因为我的事儿啊。我可不这么认为。我认为你并不掌握这个事情的全貌，你有可能是他俩重点蒙蔽的对象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就是我今天带你来的原因，就是想让你回忆一下，最近在你这个生活里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不寻常的地方，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些线索。起初啊，我们不想告诉你这些，一来呢，顾诺是不是有问题，我们现在并不清楚；二来你和顾诺毕竟是师徒关系，一旦惊动了他，不管你知不知情，都会给我们的侦破工作带来困难。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的侦破工作到了关键的时候，你现在不也是对很多事情都很费解吗？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加入进来，我们互通有无，信息共享，不要把推进工作卡在这儿。慢慢想想。谢谢程组长。程组长，武大，我跟我师傅这么多年，有好多细节，我现在一时半会儿，我实在想不起来了。但是有一件事儿，我必须得跟你交代一下。这件事儿也是我刚知道不久。沈一，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。沈野这个身份是他伪造的。你确定？非常确定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的亲生父亲在20年前滨江理工大学那起爆炸案中，他是受害者，他叫何如年。那起案件是我负责的。我说你用那起案件炸我呢？我应该叫何西。我的亲生父亲去世了2年后，我又经历了一场人为的火灾案，我活下来了。
但是我失去了我12岁以前所有的记忆。当时就是沈一把我带走的。他这么多年一直向我隐瞒，一定有原因。而且刚才你们有说，他和我师父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他俩一定有问题。不是，那你接下来就以现在这个状态跟他生活下去啊？我的记忆是刚刚恢复，目前他还不知道。我想保持现状不变，一直待在他身边，继续调查下去。这件事情我们会严格保密的。你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就和武大直接沟通，我们可以配合你。好，常司长，武大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就是前几天火调处许参谋被砸那件事儿，也很诡异。他是最先知道沈一伪造我身份的，他们刚起过正面冲突，他就遇到危险了，而且当时的目击证人中途就翻供了，警察因为证据不足，以意外结案。刚刚得到的消息，砸伤许同生那个工人叫秦顺，突发心脏病死家里了。突发心脏病？他平常有心脏病史吗？这也太突然了吧！局长，好。这件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呀。冯爷，今天我们谈话的内容要严格保密。你恢复记忆这件事情，不能叫任何人知道。是。哎，大哥忙着呢。哎，这样，前两天我在网上看说这工地前两天出事了。啊，对，是有这么一回事儿。我一个工友掉下来把人给砸了。哎呦，那人没事吧？死了。谁死了？就我们工友啊，秦顺。怎么死的？在家里面突发心脏病死了。他没有心脏病吗？以前在家里没听说他有心脏病啊。哎呦，他这个人的心理素质差，也许就为这件事情给吓死了呗。哎，不说，不吉利，不吉利。来，我们干活。哎，来，走。来。进来。同志，小许，赵志远已经去找纪委监委自首了，涉嫌渎职。这件事情组织上高度重视，已经把所有相关的情况都同步给刑侦那边了。那赵叔他的认错态度很好，相信组织上一定会把事情的经过调查清楚，给他一个公平公正的结论吧。徐东升同志，如果现在让你暂时主持火调处的工作，你可以吗？小雪啊，我知道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对你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影响。但我希望你接下来还是要以火调处的工作为主。是。
定是有人故意点了不让牛棚。算了，好歹牛都救出来了，不就是个牛棚吗？算了，不可能。我知道你们有的人看不上我养牛，你们想害我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事儿没完。何林，你说这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。我们刚才帮了你半天，你怎么转头就冤枉人呢？我又没说你。哎呀，这什么东西？我看看，这啥玩意儿啊？哎呀，何林，你家牛棚烧死人了！你好，火调处。刘家村有一起牛棚失火，里面发现了一具尸骨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让人。春姐，怎么样？伤好利索了吗？差不多了。行，我先进去看了。快走。好嘞。慢点，姐。春姐，黄琪，没纸。黄姐，来人。来。黄琪，你没沈队呢？吴大说沈队有别的任务，一时半会儿见不着他。我得上手。哟，爸啊，出去买菜啊？啊，没事没事。走，我陪你一块儿去。你不上班了？请假了，我想歇2天。好，歇好，走，来点你爱吃的。就目前这个情况，太难办了，姐。车已经烫化成这样了，先拍照吧。行。小李，活该呀！他真是活该呀！这就是啊，他破坏了祈福仪式。刘叔啊，你看看呐，这都烧成啥了呀？这是啊！哎呀，天哪，怎么成这样了？哎，他活该，就是活该呀！哎呦呵，这是好东西。嘿，这碗煲汤好。哎呀，吃海鲜嘛啊，来点海鲜。哎，老板吃饭了。哎呦，哎，这鱼不错。哎，我看海鲜还行啊，今天啊。行啊。对啊，整点海鲜吃啊。行，你看你想吃什么你就挑啊。干啥的？哎，爸，看那点也不错吧？对呀，老来。陈叔，哎，来什么新货啦？螃蟹新到的。螃蟹啊，看看，看看，大肉蟹啊。哦呦，很新鲜。满的，来点吗？螃蟹是不是？哎，这生蚝也不错啊，这生蚝好新鲜的。这个扇贝啊，这扇贝也不错，跟粉丝在一起蒸一下啊。这个回去拿蒸一下，这扇贝也好，拿粉丝啊。你家还真挺大的。拿蒜蓉一蒸，
好吃的，这个好吃，这些都是新到的啊。鲍鱼吧，啊，晚上做个鲍鱼鸡。行，可以。这个啊，好，这个你收拾干净点啊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去洗手间。啊，好。6个就行，6个，搞6个就够了。你帮我收拾一下啊。啊，称一下啊。对，好。疯了你，跟着我干嘛？我既然出来了，总得见一下沈教授啊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说我想干嘛？我想要钱。要钱可以，替我把许东升处理掉。可以，得加钱。行。给沈野安排点事儿做。好了，都处理好了啊。好了，谢谢啊。跟那个吉雅的你在一起帮好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带着来哈。好了，哎，好了，走吧。处理好了，多少钱？哎，付完了，走了啊。给过了，走了。行了，走了。快走啊。哎，好。怎么回事？和林家失火这事儿啊，这自作自受，他是破坏了祈福仪式，造孽啊！我跟你说吧，这就是刘家村这一疙瘩人啊，就他大林子对火神娘娘没有一丁点儿的敬畏心。人家你说火神娘娘给咱降下圣火，赐福于咱刘家村，那咱不得有点感恩之心吗？咱不得整点这个祈福啊、庆典啥的，表忠心吗？自从我们村啊有了这圣火之后，来了不少的游客，啊，乡亲们有的办民宿，有的卖这个手工制品，还有纪念品，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些特产。就这和林不合群，跟我们乡亲们对着干啊，就宝贝他家那几头牛，说这游客打扰了他家牛休息了。大清早的就提个音箱给那牛放歌，最可气的是半夜3更的往人家民宿扔鞭炮，赶游客。你说气不气人？是人办的事儿吗？啊！控制情绪啊！咱们村谁跟何林关系不好？谁跟他关系不好？谁能跟他关系好？啊！他影响大伙发财，你说大伙能跟他关系好吗？哎呀，这呲大牙的说我呀，这什么封建迷信的，装神弄鬼的。哎呀，这咱们村有没有人口失踪啊？你怀疑那尸骨是我们村死的人啊？对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今天早上我们来的时候，全村人都到了，能来的全来了。那村里有没有监控啊？有呀，好几台呢。那都是应上级领导要求我们给装的。你去考一下监控，我去找一下牛棚主任。哎，好，警察同志，在这边，在那边。他就是牛棚主任。你就是何林。哎。尸骨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哪知道尸骨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跟你没关系，怎么在你牛棚？警察同志，我这好端端一个牛棚，不知道让谁就给我烧成这样了，还有那人骨头，多吓人呐！你们可得查清楚了，这到底是谁放的火？谁把骨头扔我们家牛圈里头了？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纵火，杀了人，抛尸在你家？你有怀疑的对象吗？有的人看不惯我养牛，糟心眼的烂货，干了坏事图方便往隔壁扔。什么东西？说什么你？我说你啊，控制情绪啊！何林，你不用指桑骂槐，你好好说清楚。我说清楚了，也是你，肯定是你烧了我们家牛棚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烧了你家牛棚啊？警察同志，血口喷人，这人就没实话。您村这大林大娘，他跟多少人都有矛盾，
何莲，就冲你大半夜往我们院里扔鞭炮，大早上起来放音乐不让我睡觉，我就知道你迟早遭报应。哎，果不其然，我给。啊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警察办案呢啊！你叫什么？刘波。你们是邻居啊？上辈子也不知道倒什么霉，跟他做邻居，膈应。我爱跟你做饭，是不是？你们矛盾？没矛盾，不认识。报应，这就是报应。火神娘娘显灵了。罗生，你这边什么情况？现场没有发现火源和助燃剂，原本着火的地方就是放置杂草的地方，很容易起火。具体的还不能确认。蒋理在现场发现了一些白色粉末，具体什么成分需要实验之后才知道。我这边尸骨碳化的太严重了，初步判断应该不是在火里烧死的，而是死后抛尸。根据尸骨散乱的情况来看，大概率是碎尸。碎尸，但尸骨的来源和身份还没有确认。但何林和他们村里的人基本都有矛盾，尤其是那个叫刘波的，他和他是邻居关系，矛盾最明显。咱们分头行动吧。虽然沈队不在，但咱们小组还在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反馈。走吧。走吧。哦，他加蛋清儿了。哎呀，我说呢，哎呦，看着可真香啊，这个。好办，有空爸给你整顿烧烤，我会。啊，你看。哎，吴大，您说。哎，沈野，是这样的，上面临时安排你去党校学习，今天下午的课。这么临时啊？对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这队里安排让我去党校学习。现在？啊。你不都请过假了吗？这不临时安排的吗？行吧，那学习也得去啊，去吧。那我走了啊。你早去早回。不然不吃饭了，别等我啊！啊？不回来吃饭？不回来吃饭。哎。这家伙嘴很挺硬，就是不交代又藏哪儿了？对，要我说呀，如果他还破坏我们的祈福仪式，咱们就把他赶出刘家村。对，赶出刘家村！你们就是神经病！赶出刘家村！把他赶出去！赶出去！好了，大家静一静，不要吵了。这个祈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鬼火来了！鬼火来了！下课。走了，师傅，第几回啊？怎么回事？心不在焉的。啊？学了一下午，吸收几成了？上您的课哪敢心不在焉的？当然是您讲多少吸收多少。你就是嘴神。我告诉你啊，难得有这样坐在教室的机会，认真把握，好好提高自己啊！放心吧，师傅。啊，别给你师傅丢人。我跟你说实话，这批年轻干部啊，我还就看好你了。当初我想进刑侦，我爸说什么也不同意。要不是师傅您说我是这块料子，我爸现在还不同意呢。哎，我也挺好奇的，
您跟我爸就见过一面，他怎么就推我当警察了？你自己硬要干，谁能拦得住啊？没有师傅您，就没有我今天。哎，我说你是不是当个副队长就满足了？没有，您是我的榜样，我希望能成为像您这样的人。像我有什么意思啊？我再过2年就退居2线了，你不一样，你的潜能还没完全发挥出来呢。还充分发挥啊？我怕该受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可能是怕我光荣了吧。当警察你还怕危险？其实最大的危险不是牺牲，那是什么？您刚才上口不是说了吗？初心易逝，问古而知新。没了初心，就没了底线。我们守护好人民的前提，是要守护好自己的信仰。信仰很关键呀。看你下午魂不守舍的，没想到还真听进去了，来跟我显摆啊？没有，就是感触挺多的。觉得您说的特别的对。我还有点事儿，你先回吧。啊，师傅，我等您啊。不用了，你走你的。姐，烧成这种程度，恐怕就是焚尸案中人力所能到达的极限了吧？虽然说没有完全灰化成一堆碎渣，但是也只剩下这些大块的骨骼，血肉器官基本上都烧没了。这咱们还怎么查呀？我之前听一个在火葬场工作很多年、很有经验的老员工说过，身患绝症、经常吃药、身体比较肥胖的人，火葬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油脂，血液会融进骨骼里，燃烧完全以后，大概率在骨骼会呈红色。还真是姐，你看，这块碳化程度没那么高的骨头，它内里就已经隐隐透红了。我有一个推测，待会儿你把这块骨头拿去做一个金属阳离子检测，推测死亡时间。行。小于90度，是男性。行，姐，那我先送去检测。老大，这个监控是离牛棚最近的了，也只有他拍到了有效信息。这大晚上的看到这样的画面，挺瘆人的，真像个女鬼啊！其他监控没拍到这个人。全村监控只有这5个，死角很多。看来只有这个监控管用。要去何林家的牛棚，肯定会被他拍到。可目前无法确认可疑人员的来向和去向。看到视频里这个人的体型，排查全村所有妇女，必须找人。是。
担当是一种品质，也是一种责任。我们要敢于直面困难，敢于直面挑战，要勇于承担责任。胡导，我这边一切正常，没什么新发现。要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要关注。他们把你安排去学习，肯定是因为要有动作。你先好好学习，沈一那边我会派人盯着。在现场发现的不明粉末，就是磷化氢燃烧后的产物磷酸，火源也基本上可以确定，就是刘家村的磷火。这磷火呢，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鬼火。没错，鬼火这个东西呢，在夏季干燥的时候，农村的坟地间是有概率可以看到的，因为人的骨头里面含有磷元素，尸体在腐烂变化后会生成磷化氢，磷化氢的燃点极低，极易自燃，燃烧后的火焰是蓝色的，如果掺入其他元素，也会变成绿色、红色等特殊颜色。人们会觉得鬼火可怕，是因为在走夜路的时候路过坟地，看到一些颜色比较怪异的火焰，会觉得很诡异。当然，这些火焰会跟着人一块走，这点是有科学依据的。因为在流体流速大的地方，压强比较小，人的行动就会带着火焰一起走。这个磷火从远处坟地飘到何林家牛棚里，是小概率事件，但并非不可能发生。现在唯一的疑点就是，现场残留的磷酸纯度太高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监控视频吧。这与刚才许参谋的结论也相互印证了，火源就是跟在嫌疑人身后的这团磷火，所以我觉得牛棚的起火大概率是一个意外。我们注意看一下嫌疑人身后这个背包，从这个背包的形态上来看，现场的尸骨应该就是嫌疑人带过去的，所以这个背包里面很有可能就是碎尸。所以我打断一下。背包里装的不是新鲜的碎尸，而是一具死了很多年的白骨。准确来说，应该是死于30年前的男性尸骨。这人丢了一袋人骨到别人家的牛棚里，所以我们那天看到的焦骨才会那么的松散。那这些骨头是哪儿来的呢？是刨了谁家的坟吗？不会吧，人家这么大仇啊！我们之前在刘家村排查的时候，没有发现可疑的女性。现在尸骨身份和嫌疑人身份都要重新确认。这嫌疑人要干嘛呀？穿的跟个女鬼似的，还刨人家坟？哎，不行，越想越害怕了。你们只排查了女性吗？对。再放一遍。停。这个人走路晃头晃脑，头重脚轻的。把脚步放大一下。他穿了比自己脚小的鞋子。是男性，男扮女装犯案。哎呦，警察同志，这咋又回来了？这回是为了啥事儿啊？刘叔，事情比较紧急，这回我们要排查一下村里的男人。男人？这咋又变成男人了？上回不是说女人吗？我们是怀疑有人故意纵火，希望刘叔能带头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。配合，配合。主要找一下最近刚挖过的坟，有没有墓碑的都不要落下，不确定的千万不要碰。
几位配合一下调查啊，也不麻烦，就穿这几双鞋走几步路就行了。请大家配合一下啊！过去，让我过来，快！干啥呢？干啥呢呀？让他进来。干啥呢？这干啥呢？啊？这搁这是捉迷藏呀，从装大象呢呗？这哪来的这大义凛然、大义灭亲这劲头子啊？咋就这么鼠目寸光呢？目中无神的？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！相信火神娘娘，必将得到庇护，毫发无损。咋的？民宿不开了？啊？土豆丝儿不卖了？啊？那熙熙攘攘、络绎不绝的大钞票子就都不要了呗？一江春水向东流了呗？是这意思不？大林家的白骨，那就是白淋淋的教训，那就是冲动的惩罚，知道不？你等一下，好，你接着演吧。对火神娘娘没有敬畏心，接下来会发生啥，谁都不能知道，我也不能。长点心吧。喂，啥情况啊，警察同志？你说何林家是一堆白骨？对呀。你怎么知道是一堆白骨？火烧的那么大，我们经过检测才知道。这火神娘娘告我的。什么火神娘娘？什么报应？教训？那都是封建迷信。哎，具体是什么情况，还是希望大家配合一下我们调查工作。至于你，是怎么知道那是一堆白骨的？一会儿跟我们走一趟。啥意思啊？干啥呀？干啥呀？捣鼓这啥玩意儿？你一点都没有敬畏心呢！你们这个。开始吧。被带走了。这让他们穿鞋吗？对呀，不是女人的绣花裙吗？是啊，鞋吧，到了鞋。这能看出来是？春儿姐，看，一看这个土是刚被挖过的。白纸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春儿姐。方宇，来，挖吧。找你的路上经历了无数日落，哪怕多遥远，我也不计较后果。刀山火海都难不倒我，只怕你醒了也
鬼火其实是磷火，磷与水或碱作用时产生磷化氢，是无色可以自燃的气体。燃点低，磷化氢燃烧时会有白色带蓝绿色的火焰。人和动物的尸体腐烂时分解出的磷化氢飘到空中，就会产生鬼火的现象。这样说，当再见你时，你一定很快乐。人不应该因为痛苦而执着，如果记忆令人太难过，痛苦处诉说，就当我只是路过。山路险阻也不敢忘记承诺，命运弯曲关关都能爱过，纠缠如烧不完的漫山野火，都怪春风吹过生寂寞。石头就不该打破，水面平和，沿路美景变成对与错，悔恨像粉心似火，血流成河，忘记爱过恨过却